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 China GT 上海站排位赛完赛成绩2.03分，357，位列全场第24位，业余车手组第10位，较2025年正赛圈速提升近1秒。在跨界逐渐成为常态的当下，真正能在不同领域都建立起专业认可的人并不多，而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持续进阶，显然已经不再只是尝试，而是逐步进入体系化成长的阶段。2026年4月18日，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 GT3 组别排位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正式展开。王一博在本场排位赛中驾驶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跑出了2分03秒357的个人最快圈速，最终排名全场第24位， AM 组业余车手组第10位。单从名次来看，这一成绩或许并不突出，但如果放在更完整的时间轴中观察，就会发现其含金量所在。首先，对比他在2025年正赛中的最快圈速，此次成绩已经实现了接近1秒的提升。在 GT3 这一高度依赖车辆性能与驾驶细节的组别中，1秒并非简单数字差距，而往往意味着对赛道理解、刹车点控制、出弯节奏等多方面能力的系统性进步。当然，本场成绩仍未达到他在季前测试中跑出的2分02秒332，这也说明他在稳定性与极限发挥之间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。排位赛环境与测试条件存在明显差异，包括赛道温度、轮胎状态、车流干扰等因素，都会对最终圈速产生影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一成绩既体现了进步，也保留了继续突破的空间。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身份定位。王一博目前持有由国际汽车联合会颁发的 D 级赛车执照，这一执照意味着他已经具备参与区域性国际 GT 赛事的合规资格。从兴趣参与者到持证车手，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转变，也为他后续在更高水平赛事中的发展打下基础。回顾他过去2年的赛道表现，可以看到一条相对清晰的成长曲线。2024年，在 GTSC 珠海站首次征战 GT3 组别时，他与方俊宇搭档，便在2回合比赛中分别拿下亚军与冠军。这一成绩不仅刷新了明星车手首战表现的认知，也证明他在高强度比赛环境中的适应能力。进入2025年，他的表现进一步趋于稳定。在宁波站与站中，他不仅获得亚军，还刷出了全场最快单圈，弯道 G 值峰值达到 2.3。这一数据对于职业车手而言都具有相当参考价值。雨战对车辆控制与心理稳定性的要求极高，而他能够在这种条件下完成高质量输出，说明其技术层面已具备一定深度。同年4月的上海站，他以2分04秒704的正赛圈速拿下 GT 上午3点组冠军，并以超过第2名 2.3 秒的优势完成比赛。这种可量化的领先进一步体现出他在节奏控制上的成熟。到了9月的 China GT 收官战，他在排位赛中跑出2分01秒485的成绩，位列第5，最终获得赛季 AM 组季军，整体竞争力持续提升。此外，在上海8小时耐力赛中，他作为第2棒车手完成长达90分钟的连续驾驶，并成功将排名从全场第9位提升至第2位。这类耐力赛不仅考验速度，更考验体能分配、节奏稳定与团队协作能力，而他在其中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跨界车手的基础标准。回到本次2026上海站排位赛，2分03秒357的圈速或许还未触及他的上限，但他清晰地指向一个事实，
他的进步是连续的，而非偶发的。相比某一次亮眼成绩，更重要的是这种持续逼近极限的能力。对于一名非科班出身，从娱乐行业跨入职业赛车体系的车手来说，这样的成长路径本身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。赛车并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短期训练迅速突破的领域，它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与细节打磨。而王一博目前所展现出的，是一种愿意投入时间，逐步建立体系的态度。接下来的正赛将是对排位成绩的进一步检验。排位赛更多体现单圈速度，而正赛则涉及轮胎管理、赛道对抗以及策略执行等多重变量。如果他能够在正赛中延续稳定表现，那么本次上海站的整体成绩将更具说服力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表现已经逐渐脱离明星参与的讨论范畴，转而进入竞技能力评估的轨道。这种转变并不容易，也意味着外界评价标准将更加严格。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标准之下，成绩的每一次提升才更具价值。2分03秒357，不只是一个排位赛数据，更是他在专业赛道上持续向前的一次具体刻度。